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在刚刚我收到了新统帅的技能，但是真的只是看到技能而已，他的那个统帅的设计啊，全部都没有看到。然后目前我只是收到一个而已，不过你们根据这个图片都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奥斯麦斯。那当我以为这个图片是造假的时候，我去看了一下紫色版本的奥斯麦斯是没有这个技能的，不排除有可能有造假的成分呢。但是他的天赋这里描述又有一点不一样。这里所写的是领袖通用，另外一个看起来又像进攻又像技能，我个人感觉看起来比较像进攻多一点。紫色的奥斯曼是领袖工程技能，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各位还记得之前我有讲过，在国服那边是没有奥斯曼1P的，这样他这个设计出来，我在想着国服那边要怎么办。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是在怀疑着这个奥斯曼1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按照这个情况，其实我不需要拍今天的影片了。不过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给的那个技能，包括有奥斯曼名字的那个技能，在目前我们拥有奥斯曼的界面上是没有的，看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技能就好，顺便对比一下跟紫色版本有什么差别。因为国服的玩家是没有奥斯曼意识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，主动技能怒气需求1000点，闪行范围对3个目标造成重击伤害，伤害系数1850点，每增加一个目标递减 15%。被他打到的目标怒气将会减少100点，所以各位也看到了，这个统帅是终极伤害统帅，也不意外为什么他把原本的技能天赋变成进攻天赋了。使用终极伤害的统帅是完全用不到技能天赋的，不过他的主动技能比较偏低一点，3个目标1850点的伤害，显然这个系数跟我们目前推出的新统帅系数相差的有一点远了，基本上现在的新统帅都是2000伤害系数起跳。不过各位也看到了，这个截图呢是来自3080的，那有很大可能他那个王国比较新，或许他不知道新的统帅系数比较高一点。那假设说是造假的话，有很大可能是他根据他现在那个时期可以玩到什么统帅，认为1850点是算比较高了。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3个目标真的是最少要2000点了，1850点是比较偏低了。不过当然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啊，因为在之前苏莱曼1世的时候，他的直接伤害系数只有1300点，在那个时期他是已经出现了第4代统帅，基本上输出都差不多是1500到1700左右，但是偏偏苏莱曼1世的直接伤害只有1300点，或许是跟当时候的情况差不多，而且这边1850点只是少了150点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让对方怒气减少100点。如果这个是被动技能的话，其实会比较好，放在主动技能你只能等到你的怒气满了之后再触发，会比较难一点，出来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。并且如果是他作为主将来讲，对于副将是没有任何提升的，所以他这个作为副将会比较好。再加上现在的统帅有3只，就已经是放技能比较快了，如果是等他减少怒气的话是有一点慢了。再来看下一个技能，我不确定哪一个是第2技能啦，所以我就先看这个技能。部队攻击力提升 40%， 在领土外的时候，部队将会获得额外的 20% 行进速度，并且造成 10% 的普通伤害。这个是部队的争议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讲的。下一个技能，部队容量提升 10%， 普通攻击有 10% 的概率，下一次主动技能的时候伤害提升 10%， 如果有2个不同的兵种将会提升 15%， 最多可以叠加3层。这个技能没有触发的时间，没有冷却的时间，主要是用来提升主动技能的，所以没有触发时间，没有 CD 时间，算是比较正常的。根据这里的描述，可以叠加到3层，也就是 30% 的提升。假设说叠满的情况下，其实它的主动技能将会变成2400，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的主动技能的系数会比较偏低，只有1850，因为它这个技能是有帮助它提升的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没有触发到这个 10% 的提升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变成原本的1850而已，就导致成如果你要用这个统帅的话，这个技能是必须要开的，否则的话你就拿回原本的伤害而已。那 10% 的概率10个回合触发1次，那我觉得比较大概率都是提升 10% 而已，不会提升到 30%， 等于说换算起来差不多2000的系数伤害。但是如果是根据它这里的括弧写的，我们带2个不同的兵种以上，叠到3层等于 45% 的提升，就会让这位统帅的直接伤害从原本的1850变成2680左右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技能好像一般般，有点垃圾，但是换算起来的话，其实提升是真的很夸张。接下来第4个技能，该统帅在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，在接下来3秒内会提升生命值 30%，
对受到普通减逆效果的敌方部队造成伤害提升 10%， 冷却时间7秒。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奥斯曼的名字，那从奥斯曼的技能上是根本看不到这个技能的。看到这个技能，我相信有一些玩家会选择想要去搭配贞德啊，哇，你可以用主动技能触发的时候帮他叠加生命值。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了，它这个冷却时间是7秒，如果你用贞德的话，其实那个时间是会比较短一点的。像搭配贞德的情况下，贞德是触发了2次的主动技能，再加上主将或者是副将释放技能的时间呢，其实都差不多6个回合。也就等于说冷却时间还没有结束，你就已经放完全部技能了，也就等于说还是需要等到第2次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才可以触发，所以类似像贞德的技能是没有办法影响到他的。那根据他这个技能描述呢，应该是没有限制主将还是副将的，只要他这个队伍触发了之后就会有提升 30%。 像刚刚有讲过，他是提升 40% 的攻击跟 30% 的生命，我觉得是已经足够了。我看到这个技能，或许有一些玩家讲啊，有可能是下面那个部分是冷却7秒而已。那如果是根据阿提拉的技能描述，它的冷却时间是放在最下面那一格，也就等于说是整个技能是冷却7秒，而不是只有下面那一句冷却7秒而已。因为如果是针对下一个句子的冷却时间的话，一般来讲会直接写在那个句子后面，而不是再分开写在下面。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整个技能啊。最后一个技能，受到普通伤害减少 5%。该统帅的重击伤害也受到技能伤害加成的影响。假设这个技能是真的话，那这个统帅是真的很恐怖了。你一个重击伤害的统帅，你还可以吃到技能伤害的提升。那各位你们也看到了，他就是故意放在最后给你们觉醒了之后才有这个效果。那你没有觉醒的情况下，就会像一般的重击统帅那样子，你只能吃到普通的提升和所有伤害提升而已，不能吃到任何的技能伤害提升。所以这个统帅的设计其实让我觉得还蛮惊讶，一开始看到好像有点垃圾，然后看到后面越来越夸张。重点是各位你们不要忘记了，这位统帅是领袖统帅来的，是没有限制兵种的，你要用骑兵、混兵、工程车都可以。那因为根据他的觉醒技能是真的有一点离谱啊，所以我还是很怀疑他的真实性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话，哇，这样可能这个统帅是真的要练了，拿来搭配你目前拥有的统帅也是不错的。那当然这一次的技能还是有一些充满疑点的地方啦，所以各位看看就好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我们就只能等后续的消息了。主要让我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国服他们没有办法更新这个统帅，那他们如果真的是推出这个统帅的话，国服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版本？难道还有一个隐藏版的领袖统帅吗？那假设这个图片是由外国玩家设计的话，他可能不知道国服没有办法出现奥斯曼，而做一个假的图片设计成奥斯曼，这样就可以理解了。而且这个时间出现消息有一点太早了，正常来讲奥斯曼 P 差不多要等到3月尾才会出现，现在1月都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出现消息，这个有点夸张。以上就是传闻中的奥斯曼 P 的技能，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你们认为是真还是假的呢？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